这就是这台展示的 ET5。整体外观上来看，它像是一个大2.5箱的设计，并不是一个传统3厢车，因为它后边是一个溜背这么一个造型，然后车身呢跟这个车尾基本融为了一体。这台展车的颜色是宇航蓝，也是 ET5的专属色，同时也是这一次 New Day 上这个现场所出现的那台车的这个颜色。那从直观的感受来说，其实这个颜色是比之前未来的那个同温层蓝要再深一些。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那这些细节也是我认为这次 ET5 处理的非常好的地方。首先可以看这个侧前方的摄像头的一个设计它并没有采用一个常规的一个相对来说对称或者规则的一个设计，而是在这个下方做了一个小切角的处理。运动感也好，或者说这种肌肉感也好，总归呢它会给人一种稍微在圆中又带有一些棱角这样一个小细节。当然，呼应这个小细节的地方呢，就是后边它这个充电口的位置。其实充电口的位置处理，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当然，这也是跟 ET7 上是一样的处理。大家可以看这个充电口的这个角是朝后的，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其实它跟前面这个侧向的一个摄像头形成了一个呼应，也就是说车头方向这个箭头的方向就是冲前，那车后方向这个充电口这个箭头的方向就是冲后。其实这样的话，从整个侧面来看的话，会给这个车身有一个左右拉伸的效果。而且你发现了吗？在这个充电口右下方这个斜线，跟它后面这个车后保险杠，包括车身衔接处那个接缝，其实这两条线是比较平行的。所以这种小细节的处理，会让你整个车看起来非常协调，非常的舒服。那另外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这次车尾的一个整体设计。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会发现这次车尾的这种层级的设计非常丰富的，尤其在横向上，通过这个尾翼，然后包括这个尾灯，这样一个横向叠加的一个设计。那在纵向上呢，有下面这个立刀式的扩散器，有时候在横向空间上和纵向空间上都有一定的互补。比如说整体的尾部线条，其实看起来也是相当舒服的一个状态。车头方向我有一个个人非常喜欢的细节，就是这次车灯跟这个整个机舱盖这个接缝是从这个车灯尾部延伸过去的。这样做的好处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线条干扰，从正面方向保证你这个机舱盖的一个一体感比较强，提升一些视觉效果。这次尾翼的处理其实有点像，整个尾部的设计有点像阿斯顿马丁的 DBX 这样一个稍微翘的小鸭嘴的一个设计。那除此之外呢，也有地方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大家的喜好会有些不同。比如说头顶的激光雷达和2颗摄像头的这个所形成的3个犄角，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而且我在现场来看的话，其实从45度的方向来看，包括正面来看还好，尤其正面来看有3个犄角，包括它整个前脸的设计，其实会给你一种这是一个小恶魔的一个感觉。我也看到之前一些媒体朋友们所说，感觉 ET5 的车头比较长，那可能车屁股会比较短一些。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其实每个车都有不同的设计语言。还有媒体朋友说这个车的后面感觉比较厚比较高，同样我对这个事情的主观看法是说，我不否认也不反对这些观点的存在。可能你以一个传统燃油车性能轿跑车的这种感觉来看的话，那 ET5 的后面确实是有一些高有一些厚。当然这也是有一个客观原因的存在，就是电动车的底盘要放电池，那为了保证后排人员的一个乘坐空间，那这个头部的高度设计势必会做出一些取舍。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真的一个喜欢车的一个爱好者，你会发现这种设计并非没有出现过。首先举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蝙蝠侠的那款蝙蝠车，你会发现它的车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它的后边基本上又高又厚，而且叠得非常快。在现实生活中呢，也有这样车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这个法拉利的 GTC Fuso， 我带过去你去搜的话，你会发现这辆车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在设计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取舍。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遵循某个媒体或者说一些网友的评判标准，那我们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个自己所喜欢的车就好。OK， 这就是这一次主观聊车带来的 ET5的一个主观感受。那如果你有什么想了解或者想跟我们互动的，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一键3连。我们下次再见。